美军不满饷，满饷不可敌。谁能想到，一支年军费近万亿、一袋螺丝钉报价都能高达9万美刀的部队，居然一度连军饷都发不出来了。甚至美国海陆空三军官网还专门发布了军人借款指南，大概意思是，实在撑不住的话，可以去银行贷款上班。总之，先把班给上好。荒谬，太荒谬了。要知道，军队可是国家安全的基石，老美这么搞也不怕丘巴们直接造反，掀了天庭。但数据不会说谎，从10月9号到10月16号，光是海军陆战队救济协会一家贷款机构就提供了超过200笔紧急贷款，其中还包括一位买不起菜的5孩父亲，以及一位即将被房东驱逐的美军军嫂。而美军基地外领取救济粮的军属更是从凌晨5点就排起了长队。基督教青年会运营的公益食品货架也动不动就被清空。这边当兵的无心站岗，连老婆孩子都养不起；另一边，身为三军总司令的特朗普居然高调宣布要大办特办美国海军250周年的庆典，单日耗资2.4亿美元的那种，甚至明确要求必须把好几艘核动力航母和核潜艇都拉出来秀一秀，丝毫不顾政府已经债台高筑，无数美国士兵拖家带口的饿着肚子，美债都突破38万亿美元了。这种荒谬对比，无疑撕下了超级大国的最后遮羞布。不是，一个连自己军队工资都发不出来的国家，还搞什么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政治作秀？那么问题来了，美军的欠薪情况究竟有多严重？这账本背后又藏着怎样的政治猫腻？原来最近驴象两党又在国会上扯掰了，起因是在移民政策、医疗补贴和边境安全支出等问题上出现了严重分歧。民主党要求将医疗补贴纳入支出法案，共和党则坚持优先保障边境墙的建设资金。特朗普政府指责民主党故意制造危机，民主党则称共和党劫持预算，以推进极端移民议程。反正就是谁也不服谁，结果国会批不下预算，草案久拖不决，导致国防部发不了钱。其他政府部门也一样，受两党纷争影响，连续4周都没拿到全额工资。而且与特朗普第一个任期那回不同，这次连现役人员都可能面临薪水中断。区别是，美国政府没钱了，大不了停摆、停薪休假，但现役军人不行，因为美国法典规定，军队肩负着强制战备义务，任何时候都必须做好应战的准备。说白了就是，即使不发工资，你也不能罢工，毕竟敌人可不会讲武德，在你内乱的时候不打你，既又不发钱又要站岗，这可苦坏了美国那帮当兵的。要知道，美国有相当一部分军嫂没有工作，2成5以上的军人家庭储蓄不足500美元，连3000刀的应急储蓄金都拿不出来。10月9号，也就是美国两党内斗陷入预算僵局的第9天，一名叫萨曼莎的军嫂在美国有线卫星节目 C-SPAN 的电视直播中当场情绪崩溃。她恳求当时在参加节目的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快点召开会议，出台单独法案，以确保军人的薪水不受停摆影响，否则她的2个孩子很可能活不下去。萨曼莎解释说自己没有工作，一家人又是月光族，全指望着那点薪水过活。如今丈夫在前线卖命，2个孩子有病，要是15号再不发钱，自己大概就家破人亡了。而与此同时，特朗普的好儿子巴伦却被曝在加密货币市场赚了8000万美元，魔幻，真是太魔幻了，真是让人开了眼了。对此，有分析师警告，如果政府停摆延长至感恩节，美军将面临有史以来头一次断粮。而上一次尝到断粮之苦的武装力量，还是隶属于国土安全部的美国海岸警卫队。当时有4.2万现役民海岸警卫队员没能按时领到他们的预定薪水，被迫无薪工作。但这一次，特朗普没法这么摆烂了。由于下面的反抗声音太大，他不得不签署行政命令，从国防部私房钱里紧急挪用65亿美元的研发经费，这才把军饷给补上。至于下一次能不能发上，则是个未知数。但这至少解决了燃眉之急。然而，美国军人家庭的财务状况依旧很糟糕。数据显示，美国军属的财务困难程度是平民的2到3倍，不是因为他们花钱大手大脚，更不是因为不懂理财这一块，而是美国士兵的来源和特殊性所致。首先从兵源上来看，在美国当兵的本身就不是很富裕。数据显示，80%以上的新兵来自年收入低于5万美元的家庭。其次，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参军就意味着要经常随大部队跨州甚至跨国调动，以至于军配也得跟着到处搬家，很难稳定就业。对此，拜登政府曾鼓励他们在当地军事基地做军队文职，但随着政府停摆，这些岗位已全部停薪。这种频繁的变动在美国有个专门的词叫长久变更驻地，简称 PCS， 相当于咱们这的异地调动，而每调动一次就要居家从一个地方搬迁到另一个全新的地方，这意味着住房、子女教育、医疗服务，甚至人际关系，一切都得推倒重来。而且别看长久变更驻地这个词名字里面带这个长久，但在实际操作中，平均每2到3年就会调动一次，而一次就要自费5000美元，10年内可能会面临45次 PCS， 自费总额可达2至3万美元，这可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虽然美国军方提供的报销能覆盖绝大部分运输费用，但许多隐形成本却被忽略掉了。
例如，临时住房要不要钱？在新基地安顿前，家庭往往需要自费入住酒店或租短租公寓，而这种临时住宿要花费掉他们1000到2000美元，尤其是在生活成本较高的加州或弗吉尼亚。其次，家具和家用物品在运输过程中损坏或弄丢也要花钱。PCS 过程中，户均未报销损坏费用约500美元，许多家庭被迫购买替换品。此外，孩子转学带来的额外开支也不容忽视，新学校注册费用、校服或课外活动的费用每年可达数百美元。而一名美国士兵1个月的军饷扣除必要支出后，实际到手也不足1800美元。这里举一个典型的例子，2003年，一位来自德克萨斯的军属家庭主妇在网上分享说，她老公被调往佛罗里达，一家在 PCS 过程中自费了近7000美元，包括临时酒店、损坏家具更换和孩子在新学校的体育用品费。可由于丈夫领到的饷银只够基本生活，所以这笔开支迫使他们动用信用卡，导致债务飙升2000美元。这样的事例绝非孤立。在弗吉尼亚的基督教青年会，有一个名叫莫莉·普罗克特的海军军嫂，她6个月前刚从田纳西搬来，军方至今没报销她住汽车旅馆的20天费用，迫使她只好靠兼职跑外卖补贴家用。想发展主业基本不可能，因为每换一个地方，军属就得辞职一次，而重新找工作又将面临简历空白期，以至于两口子要实现双收入俨然成了一种奢求。此外 ，PCS 也是造成美国军嫂失业率高的祸根之一。数据显示，美国军配的失业率是全美平均水平的35倍，工作时长更是只有平均水平的70%。而且大家可能不知道，美国各州的专业证书是互不承认的，重新认证又得耗费数月时间。因证书问题找不到工作的军配不在少数。一位美国空军军官的妻子在网上分享，她本只有教育学位，但因丈夫岗位调动的缘故，需重新考取当地证书，导致失业6个月，家庭收入锐减30%，被迫减少孩子课外活动，并动用应急储蓄支付账单。再加上基地位置偏远，就业机会有限，以至于许多配偶只能选择低薪兼职或赋闲在家。这就让犯罪分子有了可乘之机。一些印度诈骗团队抓住美国军嫂想为家里挣点钱的急切心情，逮住他们就往死里骗，让其本就贫困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尤其是在全美通胀的大背景下，这样的家庭往往很容易背上巨额债务。数据显示，美国军属家庭债务率高达 75.8%， 远高于全国 60%。失业配偶常常借无可借，只得转向高风险借贷，如预付借记卡使用率是平民的2倍。结果，美国军方也是人才，他们想到的办法居然是在官网发布借款指南，指导官兵贷款上班。官兵们可以根据这份指南，向海军联邦信用合作社、联合服务汽车协会申请无息贷款，或使用专门为他们提供金融服务的军薪卡购物。指南甚至还建议他们自己去联系附近的救济协会或民间机构求助。而两党人物此时此刻却在国会上忙于互相指责。结果不用想，指南一出，群情激愤，非但没能平息怨言，还动摇了军心。眼下停摆的新闻早已闹得满城风雨，你还发这种东西，意思不就是在说军方没招了吗？不就是在暗示这月的饷银又没着落了吗？再说了，借钱难道不用还的吗？天底下哪有靠借钱长久的？大兵的债务危机本来就很严重了，再借下去还不起，怕是要被收走房子，流浪街头了。这就叫治标不治本。美国军富兵穷的根出在谁也别想干成事的否决政治上，出在军工复合体的腐败机制上。政客将党派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军方高层把巨额军费当作自家提款机，美军多家基地甚至出现过挪用士兵伙食费的事情。以斯图尔特堡基地最为触目惊心，收取士兵1700万美元的餐费，实际仅用210万，其余1000多万去向不明，肆意挪用，层层盘剥，最终让底层士兵和他们的家庭成了冤大头。别看美国国防部每年吞下近万亿预算，实际上落实到士兵手上的永远是杯水车薪，绝大部分资金都去向不明，这才是真正的毒瘤。93阅兵刚过完，特朗普就把国防部改名战争部，意欲何为？很多人可能觉得这不过是换个名字，没什么大不了。但如果你了解美国历史，你就会明白这2次之差背后是天壤之别。这不仅仅是一个名字的回归，更是一种帝国野心的复活，是美国对外战略的一次毫不掩饰的摊盘。特朗普和他背后的那群人早就对国防部这个名字嗤之以鼻了。在他们看来，二战后改名国防部就是美国失败的开始，是全球主义者们热衷于干涉世界事务，却导致美国在过去20多年里没有赢过任何一场战争的代名词。所以要让美国再次伟大，首先就要从名号上与这段失败的历史做个了断。而第一个被美国战争部盯上的就是委内瑞拉。美国战争部从1789年美国建国之初就存在，在此后长达158年的时间里，其核心职能从来就不是防御，而是扩张。它主导了美国历史上最血腥的扩张时期。从北美印第安人的血泪史，到美墨战争后夺取加州和德州的大片土地，再到将势力范围延伸至整个美洲大陆，
战争部就是昭昭天命最锋利的屠刀。那时的美国内部凝聚着强大的民族主义精神，对外则毫不掩饰自己的征服欲望。每一次军事胜利都意味着国土的扩张和影响力的延伸。那么，为什么到了1947年，这个象征着美国开疆拓土历史的名字会被废除呢？因为世界变了。二战结束后，美国成了世界头号超级大国，要领导西方世界和苏联搞冷战。作为一个全球霸主，再顶着一个赤裸裸的战争部名号，吃相就太难看了。为了建立盟友体系，为了在全球投射一种和平守护者的形象，美国需要一次战略性的品牌升级。于是1947年国家安全法案出台了。这部法案对美国的军事和情报体系进行了脱胎换骨的重组，它将陆军部和海军部合并，成立了一个新的机构，叫做国家军事机构，并在1949年正式更名为我们今天所熟知的美国国防部。从战争到国防，这本质上是一次极其成功的公关活动。美国的任务没有变，只是换上了一套更体面的西装。他不再公开说我要去抢你的土地和资源，而是说我要去保护你免受邪恶势力的侵害。领导这个新部门的首任部长詹姆斯·弗莱斯特虽然曾经极力反对合并，但他上任后还是迅速将这套新的国家安全机器对准了当时最大的敌人苏联。从那一刻起，国防就成了进攻最完美的伪装。美国在二战后发动或参与的战争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多。数据显示，从二战结束到2001年，全球248次武装冲突中有201次都和美国有关。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这份名单长得吓人。国防部这个名字就像一块盾牌，掩盖了他手中那把从未停止挥舞的利剑。而现在，特朗普一脚踢开了这块盾牌。他为什么要这么做？首先，这是他对政治基本盘的一次献祭。特朗普的崛起靠的就是对华盛顿建制派和所谓全球主义精英的猛烈抨击。恢复战争部就是向他的支持者发出的最强信号：我正在清洗你们最痛恨的那个深水区，我正在摧毁那个让美国衰落的旧体系。其次，这是一种简单粗暴的恐吓。在特朗普的交易型世界观里，盟友是用来敲诈的，对手是用来威慑的。一个叫战争部的机构远比国防部听起来更有威慑力。他要让全世界都明白，美国优先不是一句空话，美国的军事机器随时准备为利益而战，不再需要任何道德包装。一个重新挂上战争部招牌的五角大楼不可能只是摆设，它需要一个目标，一个试验场，来向世界证明那个靠铁与血开疆拓土的美国又回来了。那么谁会成为第一个目标呢？一个帝国要展示肌肉，最方便、风险最低的地方永远是自己的后院。早在1823年，美国第5任总统门罗就发表了一份国情咨文，警告欧洲列强不得再干涉美洲事务。这份宣言后来被称为门罗主义。门罗主义的本质就是美国单方面宣布整个西半球都是我的势力范围。从那以后，美国就自诩为美洲的警察，一次又一次的干涉拉美国家的内政，扶植代理人。200年过去了，这个传统依然没有改变。当特朗普的战争部需要一个目标时，他的目光很自然的就投向了那个一直让美国如鲠在喉的国家——委内瑞拉。就在特朗普签署战争部行政令的同一天，多家媒体披露，特朗普正在考虑对委内瑞拉境内的目标采取军事打击行动。美军在加勒比海部署了包括驱逐舰、2栖攻击舰在内的8艘军舰，还增派了10架最先进的 F-35隐身战机。禁毒战争，这也是美国干涉拉美事务最喜欢用的借口，屡试不爽。但只要我们拔开这层烟幕，就能看到背后真正的经济链条。委内瑞拉的原罪不是毒品，而是他屁股底下坐着的东西——石油。根据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数据，委内瑞拉的已探明石油储量超过3000亿桶，位居世界第一。这片被称为奥里诺克重油带的土地是地球上最大的石油宝库。历史上，美国的石油公司曾深度控制着委内瑞拉的石油产业，直到上世纪70年代，委内瑞拉政府强行将石油产业国有化，才把美国资本赶了出去。这笔旧账，华尔街和华盛顿可一直记着呢。从奥巴马政府开始，特别是特朗普上台后，委内瑞拉就被实施了堪称极限施压的经济制裁，从禁止其在国际市场融资，到冻结其在美国的全部资产，再到2019年直接制裁其命根子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美国的每一刀都砍在要害上，这些制裁的后果是灾难性的。委内瑞拉的经济在2014年到2021年间萎缩了大约 75%， 随之而来的还有恶性通胀，石油产量更是一落千丈。从每天近300万桶跌到不足50万桶，整个国家陷入了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一个资源禀赋如此优越的国家被活活折腾成了这个样子，现在它已经虚弱到了极点。在特朗普看来，这正是收割的最好时机。当然，打击委内瑞拉不仅仅是为了石油，它更是一场指向2个大国的地缘政治示威。看着近年来委内瑞拉跟中俄越走越近，美国很是不爽，特别是跟俄罗斯，军火生意、联合军演都安排上了。
从苏30战斗机到 S-300防空导弹，委内瑞拉军队的装备体系充满了俄式风格。在联合军演时，俄罗斯的战略轰炸机和军舰甚至多次直接开进加勒比海，在美国的后院里溜达。近年来，两国还签署了包括情报合作、武器生产在内的一系列新协议，关系已经提升到战略伙伴关系。所以你看，事情的逻辑就很清楚了。特朗普以禁毒为名，磨刀霍霍杀向委内瑞拉，实际上是一石三鸟。一是对已经被制裁的奄奄一息的委内瑞拉进行重重一击，为美国资本重新控制其石油资源铺平道路；二是顺便敲打一下中俄；三也是最重要的，这是一场为战争部证明的献祭。特朗普需要一场风险低、收益高、能迅速拿下的战争，来向国内的反对者和全世界证明他的铁与血政策是有效的。而委内瑞拉这个地理位置邻近、经济崩溃、军事实力悬殊的国家，无疑是他心中的最优选。当一个帝国决定撕下所有伪装，用最原始的暴力逻辑行事时，整个世界都将被拖入一个更加危险的境地。特朗普的这场赌局将在全球范围内引发剧烈的连锁反应。在美国国内，这不会带来团结，只会加剧分裂。他的支持者会为此欢呼，认为这才是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强硬姿态。而他的反对者，那些所谓的全球主义精英和民主党人，则会惊恐地看到一个失控的、诉诸帝国主义手段的美国，这会把美国内部的政治斗争推向白热化。对于美国的盟友，特别是欧洲国家来说，这将是压垮骆驼的一根稻草。一个无视国际法、单方面发动战争的美国，会彻底摧毁跨大西洋联盟的信任和基础。他们会意识到，把自身的安全完全寄托在美国身上是多么不靠谱，从而被迫加速寻求战略自主。而对于美国的对手，这种转变将彻底终结任何关于和平接触的幻想。他们将被迫以最坏的打算来应对一个更加好战的美国，加速自身的军事现代化，并抱团取暖。说到底，特朗普的疯狂并非他一个人的疯狂，而是一个帝国在面对结构性衰落时所表现出的应激反应。当一个国家无法再通过先进的生产力、强大的经济和令人信服的文化来维持其霸权时，它往往会退回到最原始的工具——暴力。从国防部改回战争部，这其实是一次坦白局。他不再假装自己是世界警察，而是坦白自己就是别人口中的那个流氓和匪徒。他不再宣称自己是为了自由民主，而是为了最直接的经济利益和地缘控制。对委内瑞拉的军事威胁，就是这场坦白局的开场白。这是一次下了注的豪赌，企图通过掠夺资源和恐吓对手来延缓自身的衰落。